没想到暑假就出国做的兼职，回国后就被特种部队强行带走，只因我在放假期间直接跑去国外当雇佣兵，以一己之力溜进灯塔屋，做起了职业手。短短5天时间，直接做到了排行榜第7。审讯室内，局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中的材料，他凝重的开口问道：“方辰，你假期都干了些什么？”我很平淡的回答道：“我就出门干了一点点兼职。”兼职？哼！这就是你说的兼职？1个半月前，非洲的军阀洛克菲被杀，是不是跟你有关系？说完，狠狠地盯着方辰。没错，这是我干的。这回答让李卫国有点意外。这小子居然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你在灯塔国2个月时间就成了杀手榜第7。方辰摊了摊手，有些无奈。没有啊，不是这样的。李卫国一直盯着方辰。我只是干了2个星期的兼职，绝对没有2个月。你们可不能给我加时间。什么叫才兼职2个星期而已？李卫国反应过来，满面震惊。我去，2个星期就混成杀手榜第7了。他揉了揉自己发烫的太阳穴。绿豹突击队在巴拿马损失惨重，这个跟你有没有关系？绿豹突击队那可是当今蓝星最强大的特种部队，每个队员放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称得上一个兵王。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能让他们损失惨重，即便这个材料是国安提供的，还是感觉有些不敢置信。你说这个呀，他们队长想让我加入，结果他们工资不能日结，所以我就没加入。那他们为什么会损失惨重吗？这漏洞不就来了吗？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从来不吃亏，我大老远的跑过去，他们居然不给我日结，没办法，就只能把他们抢了。别说他们还真的很有钱。李卫国听到这个回答，怔怔的愣了半分钟，问下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些无力了。樱花国的靖国神社被人炸了2/3，这个也跟你有关系吧？这个纯属意外，可不能怪我。我去樱花为的是安三，结果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被人抢先了。我当时想着，来都来了，总要做点什么，实属无奈。李卫国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颠覆了。这他妈是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吗？网上不是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只鸡都不敢杀吗？为什么他在白州 KD 高达231？等所有问题都问完，方辰问了一句：“你好，如果没事，我可以回去了吗？我这人对严国的法律还是有研究的，我在境内一直都是遵纪守法，连武器都没有带进来。”李卫国顿时有些语塞。我们得研究一下你这个问题。说完，他就向外走去。半小时后，李卫国再次走了进来。你可以走了，但是你90天内不允许出境，要让我们能时刻找到你。这个决定是经过国安的人亲自下达的命令，就连他这个局长都没有权利改变。对于这个结果早有预料，清者自清。不一会，方辰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治安局。回到家后，我将上次兼职挣的钱放进一个类似储存罐的储物盒里，顿时存进去的钱就化为了金钱值。金钱值加2000，没错，方辰是个穿越者。本系统可以将钱转化为金钱值，1万金钱值可以抽1次奖，比如格斗、宗师、枪械精通、潜伏、暗杀等等。方辰基本上兼职赚的钱都是用来抽奖各种技能。这个系统就是有点狗，中奖率低得离谱，但是能这么短时间成为杀手榜第7，还创下了 KD 231的逆天战绩，还得多亏了这狗系统。突然，金币，我遇到麻烦了，快来！一处山脚下的隐秘公路上，夏正以在车里原本正驰骋疆场，正在马上要建功立业的时候，突然被人敲响车窗。嘿嘿嘿，离开华夏之前还能舒服舒服，真是天助我也。他们都不怀好意的猥琐笑着。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爸是谁吗？怎么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夏哥，他们是今天金海2家金店抢劫人。大哥，现在的情况危急，就为了爽一下不妥啊！怕什么？对面就是银三角，我已经联系了刘参谋介意，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要给他一个惊喜。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得嘞！他们居然真的开始有序的排起了队伍来。陈哥，夏正以不慌反喜，因为他在远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朝这里赶来。哈哈，就这弱鸡的小年轻。哼，既然来了，那你就别走了。陈哥啊，你终于来了。小子，识相点就乖乖束手就擒，不要自讨苦吃。这是我大哥李天地，人称拼命四郎，干起事来只修一个狠字。当初当着10几个保安的面，嘎掉了自己的仇人。哦，李维国看着直播画面中的话，
感到有些诧异。看样子不止抢劫黄金这一个罪，省得我们审问了。刚才说话的人又指着一人介绍道：“这是我二哥毛霸天，江湖人称飞贼，从8岁就开始偷东西，一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失过手。这是我三哥金天霸，人称诈骗天王，曾经连续诈骗了一个小区的人。”正在赶来的条子都是挺震撼的。再让他说下去，似乎2等功就能变成1等功了。方辰面色平静，看向被围住的夏正义，伸出了一根手指。在确定好这次的价格以后，方辰点了点头。小子，我劝你不要不识相，乖乖的给本大爷跪下上真符，我还能……方辰一脚踢出，江湖人称拼命三郎的李天地整个身体都直接飞了出去。为什么？我不服！大哥二哥都是在地上撞晕都没事，为什么还要踢我？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诈骗。想当年我第一次在国外，想通过网购买一些武器，那是我第一次不熟练，结果收到货以后，发货地址是义乌。英雄饶命，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很快，一辆警车就出现在了众人这边。这个老大还想溜走，方辰闪现过去。你小子！李维国再次见到方辰，语气无比复杂。李局长，我早就说过，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怎么可能会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呢？这次多亏了你，等最后确定下来，我会亲自到你们学校给你送锦旗。李局长，比起锦旗，我更想知道有没有奖金拿。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善茬，这个应该是有的。说完，李维国便带着所有罪犯离开了。看着李富贵他们被抓上车带走，惊喜，谁告诉我什么是惊喜？老子冒着被抓的风险过来，就是看你表演一个自己被条子带走。偶然间，他看清楚了方辰的脸，顿时浑身一个激灵，瞳孔一缩。没想到出国做个兼职，居然短短5天时间直接做到了排行榜第7。偶然间，他看清楚了方辰的脸，顿时浑身一个激灵，瞳孔一缩，急忙拿出手机，看上去这次更为慌张。我去！天组织悬赏令，姓名不详，年龄不详，悬赏金额500万美金。尊贵的狗宿主，金钱值加1千，还差2000金钱值您才能抽奖。怀念当初在国外的日子，缺钱了就自己造点美金买武器，然后再转手一卖。就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自己造出来的外面人都认，但这狗系统就不认。饿美了跑腿，已自动接单。嘿嘿，又接到兼职了。送快餐到15公里外的工厂内，饿美了跑腿，这回居然来了个正经兼职。金海某处郊区，就是这个味道。嘿嘿嘿，恭喜大哥！经过今年的尝试，费尽千辛万苦，耗材无数，终于成功做出假钞。今天总算是制造出来了，苦日子到头了。失败99次不算什么，只要这最后一次成功了就好。从今天起，咱们再也不用为钱担忧了。大哥，日子终于到头了，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了。咱们已经连续吃了半年的快餐了，等拿到钱一定要出去潇洒一下。加大马力，我已经联系好了买家刘参谋，以前还说我们永远也造不出来，这一次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喜洋洋，美洋。外卖到了，这是最后一顿快餐，从今以后顿顿鲍鱼龙虾。通过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判断出来，那个外卖员年龄不大，何不拿他试试水？方辰皱眉沉思了一下，这都是什么老设备了？淘汰多少年了，还有人用这种东西做假钞？当初我造美金的时候，都是直接去找美联储借的最新款的机器，后来没人找我要，我也就没有主动还。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就笑呵呵地从里面走了出来。辛苦了，辛苦了，算上跑腿费，一共是90块钱。包威山笑着掏出一张100元大钞，辛苦了，这是100块钱，剩下的就是小费。方辰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他手里的钞票，模具有问题，原材料也有问题，而且变色油墨存放时间也有点长了。这种一眼假的东西，你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的？方辰的话直接让包威山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嘴角不断抽搐着。没想到自己造的假钞居然还有那么多的问题。他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钞票，然后又看了看方辰。这是遇到行家了，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能改进的地方吗？方辰想了想，送一单外卖，自己差不多能挣10几块钱，但要帮警察捣毁一个造假钞的窝点，自己应该能得到5000到2万的奖励。像是制作的原本模具，可以雕刻的再细致一点，
还有纸张，被3张叠加在一起，这样就是一张普通钞票的厚度。对了，变色油墨为什么非要去枪呢？很简单就能调制出来啊。他们呕心沥血，钻研了好几年都不得答案的问题，皆在方辰的指点中豁然开朗。有陈科的指点，整个华夏不都得用我们造出来的钞票？不是，玩我呢？快所有人结合！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从此做大做强。我去，一家人做大做强，这等下要怎么解释？啊，对。于是方辰开始有模有样的在机器旁边来回走动。这个机器有些年代了，这是我当初花大价钱从银三角，现如今的明太将军帐下刘参谋那里买来的。哦，明太吗？银三角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军阀圈地为王，明太就是军阀中的佼佼者，刚刚继承了自己老爹的位置，雄霸一方。明太怎么这么耳熟啊？明白无，上次干掉的那个明白无，是不是就是这个明太他爹？哎，算了，干掉的人那么多，总不能每个都记住名字。当初买的时候，刘参谋就说过，只要能造出来合格的假钞，有多少他就收多少。贩卖机器还承诺有多少就收多少华夏的假钞，这个刘参谋他们图谋不小啊。陈哥，如果你愿意指点我们，那陈哥可以拿走30%的收入。30%的收入，假钞的利润之大，难以想象。30%已经很恐怖了，再说下去，这家伙要把我害惨了。我只是一个送外卖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可不知道，现如今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着。这几年来，老大为了筹备资金，不但变卖了自己的家产，还多次冒险抢劫商铺，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功。是啊，我还记得当初大哥带我们去抢周小福金店的时候，得手撤退，保安不知好歹，还是大哥出手给了他一拳，把那个保安打成了植物人。李维国沉默了。印假钞就算了，还有抢劫伤人，这下子好了，等会都不用他们审了，直接枪毙算了。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手中的武器，抗拒从严。放下武器，抗拒从严。7年了，我早就知道有会被发现的时候，没想到是今天。是时候动手了，将这些人控制住，然后去找李维国领奖金了。就在方辰准备动手的时候，包威山看向方辰：“陈哥，我们今天栽在这里了，就栽在这里了。只是可惜连累了你，你跟我们不一样，你的技术应该去发扬光大。”方辰脑海中有些发愣。包威山深吸了一口气：“所以陈哥，我们决定协助你突围。你逃出去以后，可以前往银三角，在那里你才可以将这身本领发扬光大。”方辰这小子不是来送外卖的吗？这短短时间，他是如何将这些人折服的？对啊，只听说过这些人自私自利，为了利益插兄弟2刀。这家伙到底干了什么？用了什么手段，能让这群家伙舍命相拼？只要陈哥能跑出去，就如同秒上青天，我们这一行将会在他手上发扬光大。方辰看着这些人，深吸了一口气：“感动吗？感动个屁呀！”方辰可没有忘记自己是为了什么来的。开玩笑，问问外面的条子，答不答应就完了。下一刻，就看到了方辰淡淡的从门口走了出来，紧接着条子一愣，随后反应过来，急忙冲了过去，结果就看到了包威山等人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方辰一个人干翻这6个人，很合理啊。把这些人都给控制起来带走，将这个地点保护住，这些机器全部取证。随即李卫国走了出去。你真是来兼职的？方辰摊了摊手：“我就是来送外卖的。”此时的李局长不知道是高兴了还是高兴了。这小子再坚持下去，不得将整个京牌给闹得天翻地覆。突然有点小期待了。事情的大概我们已经了解了，你可以回去了，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昨天的事情局里给你特批了现金奖励2万元。接下来自己可能会抽到什么技能？上次的10连抽，一个技能没有中，求求了，让我抽到一个技能了吧？出来吧。杀手榜排行532名，刺手擎天山附弄，正是在下。你知道这次让你来是干什么的吧？华夏的那个小子疑似是杀手榜排行第7，我这次去一定将他的虚实打探清楚。一定要小心，华夏不比我们金三角，那小子要真的是杀手榜排行第7，手段一定惊人。参谋放心，在下从小修炼断绝功，别的不敢说，如果被发现一定能逃出来。只因我做了2次兼职，
既然连井号00001的大佬都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我，方辰，这位就是夏厅长。果然，英雄出少年。早就看到了方辰的资料，知道他年轻，没想到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年轻，是个当警察的好苗子。井号00001，什么级别？看起来有点屌啊！这样跟你说吧，修仙小说看过吧？言出法随知道吧？他一句话，在金海市警察局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昨天发生的抢劫案，我市2家金店被抢黄金5公斤，以及今日破获的制造假钞的团伙，能如此快速的破案，多亏方辰同学提供的线索。于是我们决定给予方辰同学金海市今年10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最后是现金奖励4万块钱。李局长，夏厅长还有什么事情吗？方辰啊，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工作的尽头是编织？方辰跟李维国两人都是明显的一愣。厅长这时要把方辰这小子挖到警察局里来，但是这不是跟国安抢人吗？你这一身本领可不能浪费啊！来警界前途无量，你这一身本领才有用武之地。多谢夏厅长好意，我这人懒散惯了，不习惯被人约束的生活。晚上10点，方辰回到家里，嘴角偷偷的上扬。我该称呼你为大人呢，还是？下一刻，一个身影就从房间出来。我早就知道被你发现了，不用叫我大人。国土安全局4级队长林青山，多多指教。哈哈哈！居然出动了一个队长，我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说实话，看到你的材料后，我都觉得我这个队长可能有点低了，得让更高的人来。这个杀手排行榜532位的山富农，刚刚被我们发现死在了边境上，距离不偏不倚，正好是华夏跟金三角中间的地带。你是怎么做到的？下毒。这方程不错，直接承认是自己干的。这个人我们也注意到了，你不出手，我们也要出手了。能上杀手排行榜的，谁手里没有几条人命？你来找我，不可能是为了这点小事吧？我这次来有2件事情。第一，你有没有想法加入国安？工作自由，没有任务可以自由行动，而且待遇丰厚，享有大量的人身保险，另外还缴纳8险3件。没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华夏境内最近多出了很多假钞吗？是吗？这个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假钞基本上都来自金三角名家，他们用这些假钞购买了大量的黄金，运去金三角。单凭名家肯定没有这样的技术，他们背后应该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你们想让我去灭掉名家，以此警告背后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我们觉得你能够做到。金三角名家能在金三角那种法外之地割据一方，成为最强大的几个军阀之一。华夏有这个实力剿灭他们，如果发兵，肯定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掉名家，但这样会打上侵略的标签。方辰没有说话，而是面露思考之色。林青山眉头一皱，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吗？这次的任务是100万华夏币的酬金，随手的事，我去就回。这是对自己有多大的自信，才敢说出这种话来？如果不说面对是金三角顶级的军阀，光听这话还以为是去杀之机呢。林家上次去嘎他老爸的时候，已经摸清楚了，知道里面的大致布局，8个小时应该能完成回来。我以华夏国土安全局的名义，向你担保，只要能灭掉名家，报酬会如数奉上。你的入境限制已经解除，从今天起你就是自由之身了。不过什么？最近国际上形势有些紧张，你以前的行事太过于霸道，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仇恨。鹰将跟日不落还有高卢基都从自己银行发现了大量的假钞，他们都认为是你干的。根据我们的消息，这几个国家似乎要针对组建一个组织。为了我居然如此大动干戈。等林青山离开以后，方辰将自己今天领来的奖励全部兑换成金钱值。尊贵的狗宿主，金钱值49200，目前可以4连抽，请问是否进行抽奖？抽奖吧，走。恭喜你抽中技能神之一手，此技能使用后可以拿去对方身上任何一个物件2米以内。哦，这技能还算实用。嘿嘿嘿，金三角名家，我来了。为什么不开灯？不觉得这样有做事的氛围吗？既然各位不喜欢，那还是开灯吧。将军，这样继续下去，虽然能获得大量的黄金，但是得罪了华夏这个庞然大物，到时候我们……到时候能怎么样？难道华夏还敢对我们用兵不成？别忘记，我们可是刚加入鹰将，万一找人来行刺，那该如何是好？
现如今的明家已经被我打造的跟一个铁桶一般，谁能悄无声息的进来？你们看看，我旁边这位可是杀手排行榜排名第173位的麦金脱身保罗，谁能进来？谁能告我？金三角一处偏僻的山洞内，方辰点燃火把，里面的场景顿时显露了出来，全是各种型号的武器，整齐的罗列在一起。小小的山洞内，琳琅满目的装备遍地都是，而这仅仅只是方辰全球军火库中的一角而已。如果是暗杀一个人的话，只需要一把狙击枪就行了。但要是灭掉整个明家，方辰的目光放在了旁边的加特林身上，然后又看了看无人机，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明家西部的一个哨塔上，负责站岗的士兵打了一个哈欠，别睡着了，一旦被发现，可是要被嘎了腰子的。同伴转头，你看那是什么？那不就是一只鸟吗？整天大惊小怪的。哎，你说咱们这个新将军整天疑神疑鬼的，整的我们都不好过。嘘，小心被听见。等等，无人机。开始操控着无人机进行侦查。比上次来增加了很多防御工事啊！等等，居然将通讯基地和军火库建在一起，哈哈哈！这明太果然是个大聪明。3颗小型制导炸弹从无人机上投射了下来。发生了什么？明太急忙坐起身来，打起电话。发生了什么？老大，我们军火库还有通讯站都被炸了。怎么会这样？只感觉脑子猛地炸开，一片空白。能不能联系到其他人？通讯站被炸了，根本联系不到其他人，只能尝试用对讲机。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其他军阀，对方来了多少人？事发突然，还有待调查。快！军火库发生了爆炸，快去救火！军火库是你炸的？好大的胆子，敢来我们明家！方辰一脸淡定。刘参谋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寻找了一圈，结果只找到了自己这边人的尸体，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现在连对方是人是鬼都不知道，怎么打？也许对方并不是军阀，而是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呢？不可能，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是那些杀手排行榜前10的人出手，一定有这种实力。我们跟他们无冤无仇，怎么会惹到他们？现在说太多也没有用了，只能想办法突围。老大，你看这些人全是眉头中弹而亡，身体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势，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敢一个人来攻打我们明家，有这样的胆量跟实力，最少也是杀手排行榜前10。忽然，难道是那个杀手榜第7的人？我在华夏见过他，还请山洞副去调查，结果到现在山洞副都没有回来，还失踪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是暴露了，然后引得那人的不满，特来清洗我们明家？就算他在强势杀手榜排行前几，难道还能将我们这几十个人全部杀光吗？下一刻，一个绿色的圆形物体就从远处飞了过来。不好！快把他扔出去，或者用身体压着他。根本没有人动，都跑得远远的。1个月几千块钱，玩什么命呢？好在保罗一个闪现将明泰给拽到一边，救了下来。是谁？所有人开始警戒起来，将手中的枪举起，紧张着望着手雷飞来的方向。保罗举起手中的枪，小心翼翼地向着手雷扔出来的地方走去。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能察觉出来。怎么可能？刚才的手雷从前面扔出来，现在那人又跑到后面开枪。给我扫射！可随着方辰扔出来几颗顺爆雷后，世界安静了。方辰从另一边走出，检查一圈后，确定没有活口。灭掉整个明家一共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明家这些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诈骗、器官买卖、网络赌博，不知道害了多少个家庭，罪有应得。偌大的明家，所有的财富居然只有一块大概有2公斤的金条。从华夏骗了那么多的黄金，估计他只能留下来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要上交给他背后的势力，但其他的东西都被藏哪儿了？犯我者，虽远必诛。方辰回到华夏境内，林青山早早的就在边境位置等着他了。那么快，事情干完了？方辰一脸淡然的点了点头。这是这次任务的100万，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合作愉快，下一次再有什么棘手的问题还可以找我。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了。就在2个小时前，鹰将牵头专门针对你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为了我值得他们如此大张旗鼓吗？什么时候在鹰将那些国家的心中地位居然那么高？林青山思考了一下，不应该说是你，而是你们。我们？你应该没有关注这几天的国际新闻吧？3天前，杀手排行榜第5位的基德公然在网上放话挑衅约翰国，要在3天内偷走他们大英博物馆的一样东西。得知消息，约翰国直接将大英博物馆保护的水泄不通嘛。但就在今天早上，博物馆被盗，里面一件宝物消失不见。罪魁祸首基德事后还在互联上挑衅约翰国政府，并且放出话来，下一个就是鹰将。所以以鹰将为首的几个国家专门组建一个组织，围猎你们这些杀手排行榜前几的人。方辰脸色凝重起来。鹰将这几个国家毕竟都是蓝星上的几个超级大国，如果真的被他们盯上，那绝对不好过。那个组织叫什么？林青山沉思了一下，叫做天组织。好霸道的一个名字。要不你加入我们国安吧，这样就可以得到庇护，不用再害怕这个组织。到了最后，林青山都不忘拉拢一下方辰。这个我再考虑考虑。第2天，一辆最新款的大 G 就停了下来。要说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挂在腰间的一个符，就一个金条。陈哥，你拉了？别废话，赶紧算算值多少。100万。直接将金条扔给了他。对，陈哥，我自然是相信的，都是精品，根本不用验。对了，胖子，你这个摸金符不是你哥的吗？你这样带出来，就不怕你哥揍你啊？切，这还分什么他跟我？等那天他在下面出了什么意外，这东西迟早是我的。这话要是让你哥听到，估计会把你吊起来打。对了，陈哥，差点忘了，前几天我们一直在主动联系你，但一直都联系不上。方辰没有说话，胡三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凑到方辰的耳边：有大墓。大墓？哪里的？金海的大墓。我哥他们为了这件事情，最近都快忙疯了，终于找到了具体的位置，应该是古代某个小国王室的墓，一个没有被人发现过的墓，里面的好东西不知道有多少，这次一定能发个大财。陈哥有我们指路，再加上你的技术，这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墓全部吃下。凭你哥的实力应该够了，我就不去了。现在有国安的人盯着，还有鹰将等国搞的什么天组织，最近还是低调点好。这回答让胡三感到有些意外。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陈哥要是有什么意外，我再给你打电话。樱花国东京，文尾太郎，金三角的名家是不是你们炸的？混账东西！名家是我们安排他们去华夏用假钞换黄金的。爸爸，我们是被冤枉的。你们嚣张的用印花文字写下放我者，虽远必诛。怎么现在不承认了？一夜之间，方辰手上的现金就变成了200万，但方辰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全部换成了金钱值。尊贵的狗宿主，现在拥有200万金钱值，可抽奖200次，请问是否抽奖？来吧，先来100次。恭喜宿主，列毛都没抽到一根。狗系统，还我100万。好的，已为您开启最后100连抽。恭喜您，抽中随身空间10平米。有了这个技能，那还见个毛的军火库，将武器放入空间随取随用，岂不美哉？金海市南部，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胡大哥可是摸金校尉，这一次有他带着我们，这座墓一定能吃下去。是啊，一座没被人发现的古墓，想想都激动啊！入行那么久，一直到的都是二手的，现在终于有没被开封过的了。胡大哥，咱们已经围绕着这里转了好几圈了，到底从哪里进？经过我的探查，这座墓很大，横跨华夏跟金三角，进入在我们这，出去就得从金三角出去了。胡大话还没有说完，下一刻他们就听到一阵爆炸声。不好，发生了什么？爆炸？怎么会有爆炸声？不好，有人提前我们一步，用炸药炸开了墓穴。走，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标记处已经被人挖开，爆炸声就是从里面传来的。老宇呢？不是让他在这里看着吗？胡大哥，老宇，我不是让你们在这里看着吗？怎么能把他们放进去？胡大哥，我也不想啊。刚才我见到有人来，本想驱赶他们，结果看清楚来人以后，顿时吓了一跳，直接躲起来了。来的是什么人？
一群人手里都拿着枪。什么？国外排名前20的雇佣兵集团毒蛇派遣了一支小队进入了华夏境内，还就在京海。这些雇佣兵唯利是图，排名前20，价格可不便宜。京海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大动干戈？根据我们的消息，他们公司的老板在非洲得了一种病毒，以现在的医疗水平束手无策。经过那个老板的四处打听，才在唐人街找到一个高手，说京海有一个古墓，里面有一条千年青蛇，其蛇胆可以包治百病，所以才会不惜风险也要来京海。看来又有兼职可以做了。这次来的是毒蛇雇佣兵中最精锐的一支小队，其队员全副武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有几人是杀手排行榜前200的人。队长雷蒙德更是杀手排行榜第69位。通知军方了吗？军方正在赶去。方辰，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出手，酬金500万。这里已经被军方的人团团围住。大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只是来旅游的，你们可不能错怪好人啊。不一会的功夫，林青山带着方辰就赶了过来。方辰就看到了被控制起来的胡三，对方也看到了他。陈哥，你快给他们解释解释，我真是良民。好了，时间紧迫，说正事。一支小队一共是12个人，队长雷蒙德更是杀手排行榜第69位的危险人物，而且他们从华夏进入，出去很有可能就是从金三角出去，在这里是守株待兔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派人进入到这个墓穴当中了。林队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的时候已经了解了，这群毒蛇雇佣兵当我们华夏是什么地方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来得好，我们一起下去，将对方拖住，给大部队争取时间。长官，我也要下去代次立功。就这样，他们一起下了墓穴。没想到这个杀手为了捕捉一条600名的巨蟒，居然拿自己的小弟当诱饵。对呀，什么杀手前200，杀手第69的，我们这边可是有一个杀手排行第7的人啊。本来我们的任务是拖延，但方辰会不会一个人把他们全端了，还是有点小期待的。话说大墓有鬼，古墓有仙，你们这一行遇到过最为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这一行看着简单，其实门道多得很，人点烛、鬼吹灯、斗城关、青铜国、八字不义莫靠前、树葬坑。突然吴大抬起手来挡住了众人。不好，有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被破解了。胡大经过这一提醒，仔细观察一遍以后，看样子那12人中有人对机关之术也有一定的了解。众人来到了一间墓室当中，看样子这并不是主墓室。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主墓室呢？这个墓室门口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呢。方辰在墓室里面走了一圈，这里面被人进来过，但里面的宝物什么的都没有人动。拿出去最少3年有期徒刑。这个林青山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会光明正大的拿出去吗？悄悄的把一些宝物塞进了随身空间。那群人就在那里，在那边。在子弹射出去的下一刻，那个方向就出现一条青蛇，蛇身几个丝滑的捻缝，直接躲开了射过来的子弹。可恶的畜生！雷蒙德冷哼一声，抬起手又是几枪，但都被他丝滑的一一躲过。所有人都是一惊，从自己身后传来的枪响。刚才你为什么要开枪？我们人数本来就不如他们，一旦主动暴露，该如何拖延住他们？不对，怎么了，林队长？跟着他的目光一同朝那边看去，瞳孔也是猛地一缩。这小子那2枪有多么恐怖，不但精准的一击毙命，而且最难的是开枪的时机，完美的符合了主墓里面的枪声，里面的枪声覆盖了方辰开枪的声音，在里面那些人都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留在外面的2个人已经成了方辰的枪下亡魂。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干掉了这2人，现在里面还有10人。现在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在跟谁开枪？这里不会再有其他的雇佣兵了，那么值得让他们开枪的目标是？他们开枪应该就是想猎杀掉那头千年青蛇。真的有活了1000年的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蛇活1000年便是蛟。从枪声来看，对方开了那么多次枪都没有杀死，足以证明他们遇到了多么棘手的问题。雷蒙德一脸狞笑，牺牲了3个手下作为代价，终于将这条蛇给引了出来。那条青蛇警戒地盯着雷蒙德，抓活的。一人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个用特殊材料制造的网来，朝着中间的青蛇一扔。青蛇几次挣扎，但因为刚才消耗的实在是太大，最终还是被几人抓住。任务完成。
把这蛇胆带回去，我就是老板的救命恩人啊！雷蒙德越想越觉得开心，拿上蛇，我们走。他始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保罗定、斯坦康，你们两个出去看一下。那两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硬着头皮向外走去。情况怎么样了？等了1分钟，见没了任何的动静以后，雷蒙德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撤退。最终他躲到了一根柱子后面。号称世界前20雇佣兵集团最精锐的小队，现在就剩下了队长一个人。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想黑吃黑？见没有人回应，雷蒙德也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这次是受到了黑蛇雇佣兵的老板所托，我雷泽乃是杀手排行榜第69位，今天给我个面子，此事可以既往不咎。雷蒙德见门外面没有继续传来枪声，还以为对方被自己的名头给唬住了。只要能让我将这条蛇带走，无论你们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哦，是吗？悠悠的声音从自己身后响了起来。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的？他将手中枪举起，猛地转过身，结果看到的场面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一个人？不对，他肯定还有同伙。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不怕我现在开枪杀了他？你可知道我的身份？我乃是杀手排行榜第69位的雷蒙德。这次让我出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但你们要是敢杀我，我哥最近可是加入了天组织，你们要是敢杀我，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又是这个天组织？放了我，这样大家还都是朋友，不然我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雷蒙德将手中的枪举起，放心，不会杀你，你只要记住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就行，要相信组织。哦，对了，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放我出去！开枪吧，不过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是可杀不可辱。啊！哈哈哈！这神之一手技能果然是好用，太能装十三了。系统果然是懂我的，不过是不是有子弹出现在我2米以内，我都能给它收起来？这有等无敌呀！林队，里面可是杀手排行榜第69位啊！你让他一个人进去，真的不怕出现什么意外呢？你们几个进去不得嘎里面，他一个人进去，我们就是零伤亡。雷蒙德可是一个危险任务，本来可以用催泪弹将他逼出来，现在好了，那个方辰进去了，对方有了人质。林青山没有说话。林队长，不是我说你，你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是有点轻率了。雷蒙德被绑住手脚，鼻青脸肿的被扔了出来。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一愣，仔细分辨以后才发现这就是雷蒙德。他的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鼻青脸肿的？雷蒙德被扔在地上，表情恐惧，就跟刚刚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挫折一般。怪物！刚才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能让这样一个狠人怕成这个样子？对了，方辰，那条蛇呢？刚才被这几个人抓住，我们将他手下击杀以后，吃乱跑了，有点可惜啊。不过这次任务总归是完美的完成了，没有一个伤亡的情况下，将世界上排名前20的黑蛇雇佣兵最精锐的一支小队队员全歼，还俘获了他们队长。方辰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这次任务的300万还要在1天内送来。翻过墙以后，打开了一个许久没有登录的网站，悬赏漂亮国现任阿登，酬金1000万美金。这尼玛谁会接？干掉阿登，引来世界强国的愤怒。自己真要这样干了，下一届的口号都不是为民谋福利了，而是找出凶手，干掉他，为老总报仇。悬赏大毛普大帝，酬金1000万美金。大毛的普大帝，到底是什么人对这2个超级大国有那么大的仇恨？悬赏基德，酬金700万美金。这个基德也是一个狠人，杀手榜排行第5，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偷盗之术闻名世界。这几天将西方的那些国家闹得是灰头土脸，公然挑衅约翰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偷了出去，事后还在暗网上发帖嘲笑约翰国的安保不行。现在又跟漂亮国杠上了，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促成了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组成了天组织。如果这个天组织真的能抓住基德，那就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悬赏金币，酬金500万美金。没想到我在这帮人眼里比阿登都少，没意思。忽然弹出一条消息，天组织杀手排行榜第19被找出隐藏位置，负隅顽抗，最后被就地击杀。这个天组织才短短成立了多长时间，就已经抓获了榜前5，60人，就连基德老大都差点栽在他们手里，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吗？最后我们以上帝的名义真挚地劝告诸位，不要一味的抵抗，你们手里已经沾满了血，必须经历神圣的洗礼。杀手榜第9位马良，第7位金币，第5位基德，第3位甘山。我们以上帝的名义保证，1个月内定让你们接受洗礼，希望你们不要妄自违抗天命。哦，我居然也在其中。洗礼，看样子就是在说1个月内必杀我了。难不成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资料？看上去方辰一点也不慌，反而有点小兴奋。忽然弹出又一条消息，半藏正雄，日子东京人，樱花千年忍者世家半藏家族当今第1人，于昨日0点加入天组织，悬赏金500万。这人物不就是给我量身打造的兼职吗？方辰，你已经被天组织的人盯上了，如果不加入我们国安，就算你在华夏境内，我们也不能保你了。相比于林青山焦急的模样，方辰却是一脸的淡定。昨天暗网显示，天组织出手，杀手榜前50的有6个人都被抓了，连排行第5的基德都差点被抓住。所以方辰，加入我们国安吧，这样你才……天组织的那些人真的干得过方辰吗？昨天晚上的暗网我也看了，连基德都抓不住，你还觉得他们能对我产生什么威胁？一时间，林青山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天组织的盯上这样一个人，该小心的是谁？是他们才对吧？他们要是能杀了我，倒也算是他们的本事。他们能来杀我，我自然能赶在他们面前把他们都杀了。对了，方辰，这是500万，昨天晚上的任务酬金。还有，今天早上半藏正雄回到了樱花。哦，这时候他不好好的待在漂亮国，来樱花干什么？还如此的高调。方辰嘴角突然翘起，做出一副玩味的表情。看样子他们这是要引蛇出洞。半藏正雄的身份曝光，很多杀手都接了他的悬赏令。这一次他高调出现在低京，就是想以自己为诱饵。没错，而且这一次不止他一个人，肯定还有其他天组织的人员。不过如此明显的陷阱，真的会有人去吗？为什么没有呢？哈哈哈！马良、甘山、基德还有金币，可都不是好惹的。如果都出现在低京，那么这个天组织有多少成员，能不能应付得过来？除了这4个被点名的杀手榜前10，还有其他杀手为了能永除后患，也会往低京赶去。基德、甘山、马良、金币能上杀手榜前10都不普通，既然都已经被人点名了，那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主动出。等等，金币看向方辰，眼神紧紧盯着他。金币不就是方辰用的名字吗？方辰，你的意思是你也要去低京？直接飞过去，看他丫的！这下子好了，低京啊，成了风云汇聚的地方了。方辰来到低京，在一间酒吧里面，杀手排行榜第75位，在今日低京机场被击杀。1个上午的时间，来樱花国的杀手中就有7人被抓，有点意思。没想到我爷爷居然没有发现我们逃出来。小姐，半藏老爷说过了，现在是特殊的时候，不让我们出来，你还出来，这不好吧？都3天没出来了，快闷死我了！今天总算能够逃出来了。跟在他旁边的女生还想说些什么，但却被他摆手打断了。放心好了，咱们出来玩2个小时就回去了，能出什么意外？走了走了，本小姐去请你喝酒。真的要这样做吗？这可是他唯一的孙女啊！谁知道呢？我们既然接受了命令，那就只能这样做了。真狠啊！将自己的亲孙女当作诱饵。半藏正雄到底从天组织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暗网上出现了一个匿名的帖子，半藏正雄唯一的孙女出现在某处酒吧。来1杯伏特加，来2杯。不，小姐，我不喝酒。哎呀，没事了，这就是水。方辰没有被这边的喧闹给打扰到，喝了一口果汁，打开了暗网，准备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1下午的时间过去，天组织的人又在低京抓捕了3个杀手榜前200的人。半藏正雄对这个自己唯一的孙女很是疼爱，一直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只要能控制住她，最少也能敲诈半藏家族一笔啊！名古特酒吧，嘿嘿嘿，真是有意思。唯一的孙女居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偷跑出来了。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坐在柜台前的半藏英子，偷跑出来，这个关键点上，她一个女生怎么可能从忍者家族偷跑出来？这个半藏正雄还真是狠心啊！到底从天祖师那里得到了什么？居然要拿自己的亲孙女当做诱饵。接下来该有意思了。使不得啊，小姐，我真不能喝酒的。切，不喝算了，一个喝酒的人都找不到，没意思。半藏英子叹了一口气，偶然看到了在一个角落里喝着果汁的方辰，顿时他双眼一亮。大叔，你这是几个意思？在酒吧喝果汁？来，我请你喝酒。没搞错吧？我这18岁的容貌，你叫我大叔？大叔，不要那么不解风情嘛，这就是水，又不会醉。拼酒，敢不敢跟我喝？来了。第一个看着新闻寻到这里的杀手来了，但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后面只会越来越多。这个男子自身实力肯定也不足，定是杀手榜前50的人，不然没有太大的实力，也不敢现在就露面，不怕立刻遭到半藏正雄的暗算。跟方辰猜测的一样，随着第一个人的露面，越来越多的杀手出现在了这家酒吧。小姐，要不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杀手榜第36，白无常，赏金100万美金。杀手排行榜第62位的古罗马，赏金80万美金；杀手排行榜第91位的行李虎，赏金60万美金；杀手排行榜第108位的农早蟹，赏金40万美金。方辰确定着一个个杀手的信息跟赏金，10几个杀手全部出现在了这间小酒吧内，全部为了半藏正雄唯一的孙女半藏英子而来。这个天，组织果然是好手段，这是想用半藏英子把排行榜一把清空啊！但是突然，一男子深吸了一口气，将手中的半杯酒举起，仰头一口喝下，随后直接将空酒杯朝着半藏英子那边扔了过去。巴嘎雅洛，敢做第一个出头了，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看着实力应该是排行榜前10了。这人是杀手榜第9的马良，还是第7的金币？记得应该不是，莫非是第3的甘山？敢这样无视自己，这家伙到底有多强大的自信？看到这张脸的瞬间，我他喵的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猥琐的长相。到底是何等人物，能让白无常如此的吃惊？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姑娘，你也不想一会被人跟踪吧？似乎是九哥流氓。一时间，整个酒吧内鸦雀无声。自己什么身份？杀手榜前100的人物，什么人不敢杀？刚才居然被一个酒蒙子给唬住了，耻辱！这是一身的污点。还有这人也是，你说你没事来酒吧喝什么酒啊？让人产生了那么大的误会，这多尴尬！白无常满脸黑线，算了，不装了，直接动手。自己排行36，这酒吧如今也没有比自己高的。想抓走半藏英子，谁能拦我？小姐，对着那个侍女又是一场。眼见半藏英子就要被白无常带走了，场内其他人都坐不住了。放开那女孩，她是半藏正雄唯一的孙女，不是你想带就能带她走的。你是何人？敢第一个出手？我是谁？我乃白无常，你们谁敢拦我？我倒要看看杀手榜第36位有什么实力。面对冲过来的壮汉，白无常不为所动。等他靠近自己的后，这才从自己身上拿出几把飞刀，2把飞刀就已经从白无常的手上飞了出去，直接刺进了冲过来的厉拔林的2个膝盖上。厉拔林跪倒在离白无常身前1米的地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我乃杀手榜第36位，你们谁能拦我？谁敢拦我？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一人，白无常看着来人，滚开！好狗不挡道，我可是白无常，不想死就赶紧滚！而无头的身体也缓缓地倒了下去。一时间，整个酒吧内所有人连呼吸都忘了。哎呀，真是麻烦啊！又把血沾到风衣上了，这可是名牌啊！方辰看着那个白色风衣的身影，总觉得那个衣服有些眼熟。巴嘎雅路，靠你西瓦瓦德西内。
是记得，我勒个去！整个酒吧的杀手都呼吸急促了起来。刚才仅仅一个照面，只将排行榜第36位的白无常给干掉了。这样的实力，除了排行榜前10，谁还能做到？装扮、实力，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排行榜第5位基德。基老大，他可从来没有露过脸的呀！没想到基德老大如此的年轻，来这个酒吧也是为了办葬郑雄的孙女吗？这下子彻底的没有希望了，怎么跟基德老大争啊？是基德老大吗？没错，我就是基德。来人微微一笑，基德伸出一只手揽住半藏英子的腰，将她扶了起来。基德，你终于出现了，这一次看你还能往哪里跑。基德先是一个侧身，躲过飞来的梅花镖。来了又能怎样？既然你不要你孙女，那我就帮你疼了。半藏正雄，这些人早就到了，只是一直都在等待像基德这样重量级的杀手出现。刹那间，整个酒吧内密密麻麻塞满了人。瞧，嫖子们，我要报案！基德来了我们店，搭了一个人，现在又进来了好多的忍者。小姐，你是陈一白动画看少了吧？只有你一个，那可拦不住我。马斯内他们几个呢？见半藏正雄没有回答，我猜应该在外面埋伏等着我吧。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天组织到底许诺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用自己的孙女当诱饵？半藏正雄没有回答。杀掉这个酒吧所有人。一手抱着半藏英子，身下突然升起一股白烟。半藏正雄见状，一步踏入白烟之中。等白烟消散，3道身影全部消失不见。动手！巴嘎雅路，靠你西哇！瓦德西内！酒吧内的人大吼大叫的混战在了一起。好啊，你们都来追我，难道就不怕你们留在酒吧的族人出什么意外？那些都是我半藏家族的精英，是我花费了巨大代价培养出来的。那个酒吧里的人，谁能杀掉他们？乖乖束手就擒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酒吧被我们半藏家包围，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还有人专门守在外围。哼，你们这些人以为我们大樱花是什么地方了？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今天别说你们了，就连那个排行榜第5的基德也要留下来。排行榜第62位的古罗曼，赏金80万美金，接了。排行榜第91位的行李虎，赏金60万美金，接了。终于将酒吧内大部分的杀手的悬赏都给接下来。方程开启技能隐匿，没有人注意到了他。所谓的排行榜第62位，也不过如此嘛。什么排行榜前100、前10的，就算是第一，那也是肉体凡胎，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还没等他转过头看去，嘎嘣一声，就被人扭断了脖子。什么人？半藏正雄，你再不回去，估计你们家的人都要嘎光了。笑话，基德，你也太小看我们半藏家的人了吧？留在那里的都是我半藏家的精英，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就算那些杀手再强，我们最多也就损失几个人而已。别说就凭酒吧里的那些杀手了，就算是让排行榜第3的甘山来，也不可能讨得到便宜。基德，你现在先考虑考虑你自己吧。识相便就把英子放下，也许还能饶你一条命。就在这时，半藏正雄身上一个对讲机响了起来。那么快就将所有杀手都控制了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快了不少。家主，救命，饶我一命，我求求你啊！发生了什么？留在酒吧的那些族人怎么了？如果只是损失1个、2个，根本不会用对讲机来向自己求援。难道甘山真的出现了，杀了我一半的族人？半藏正雄再也坐不住了，也不管什么积德不积德了，直接扭头朝着酒吧赶了过去。方辰长舒了一口气，将证据用手机保存下来。今天死在这酒吧内的杀手，所有的赏金加起来，足足有300万美金。果然，什么送外卖，消什么搏击，还是这来钱快啊！接下来就该轮到半藏正雄了。一个半藏正雄，可比这里所有的杀手都要值钱。今天过后，接近1000万的美金，到底能从系统那里抽到多少技能？那个在名古特酒吧出手的，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甘山、马良，或者是那个金币？不，后面2个应该没有这个实力。到底是什么人敢对我半藏家下屠刀？如果这批成员真的有一半被杀的话，很快半藏正雄就到了名古特酒吧。留在外面的人怎么都没看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面好安静。一瞬间，半藏正雄感觉天旋地转。突然从右侧冲出，想要瞬间嘎了他。
半藏正雄也不愧是千年忍者家族当今第一人，在现在这种情况，自己的2个亲儿子嘎在自己面前，还能瞬间发现方辰。你狠狠地盯着方辰，整个人悲痛欲绝。我要你陪葬。方辰整个身体如同一颗炮弹一般飞了出去。来啊，我今天一定要让你陪葬。半藏正雄举起手中的长刀，给我死！半藏正雄看向方辰，他在笑，为什么笑？半藏正雄还是挥刀的动作，方辰手中原本空无一物，只是做出挥拳的动作，右臂被连根砍断，钻心的痛直冲半藏正雄的脑海。刚才发生了什么？自己的刀为什么突然被他夺去了？方辰挥刀，半藏正雄身上除了断臂，又多出了几道砍伤，找准时机丢出火球，将方辰逼退。今日之仇，来日我必将百倍奉还。方辰的眉头缓缓地舒展开。好得了和尚，难道你还能跑得了庙？不对啊，我的500万。夫君，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什么人把你伤成了这样？半藏正雄身体摇摇欲坠，一路上身体上的伤口可都是还在流血，脸色早已变得苍白至极。他虚弱地喘着粗气，但却没有开口解释什么。我的2个儿子，还有我半藏家族几十个精英，是我们半藏家族崛起的希望啊！天组织的人已经答应过我，只要能剿灭杀手榜上的人，就支持我做樱花的首相。到时候有自己家族这些精英的辅助，整个日本谁还敢不从？而现在情急之下，半藏正雄气急攻心，心脏一个抽搐，吐出一口鲜血以后，整个人脑袋一撇，当场被气死了。夫君！他的夫人惊呼一声，半藏正雄躺在他的怀中，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放在后者的鼻子下面，确定了，半藏正雄真的被气死了。家主，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家主不是还带走了家族的精英吗？家主都这样了，其他人可恶，到底是何人敢如此欺我半藏家？方辰一进门就看到了院子中央被其夫人抱在怀中已经嘎了的半藏正雄。挂了。方辰微微感到诧异，小日子果然不经打啊！半藏正雄身上的那些伤，正常人光是看一眼都得觉得牙疼。要是换成一个普通人，别说跑那么远的距离回来了，被方辰砍掉右臂的时候就已经嘎了。既然挂了，那我也能节省一些炸药了。你是何人？来我们这里做什么？不对，我们家族的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半藏正雄的身体我还有用，如果没有证据，我就白忙活了一场，拿不到赏金。要怪就怪半藏正雄吧，往哪里跑不好，非要往自己家跑。不一会儿，他们就全部去和半藏家族会合了。别过来！方辰沉默地将美妇人怀中半藏正雄的身体给拉出来，在保存好证据以后，又贴心地将她丈夫的身体平平稳稳地放回了她的怀中。你也太没礼貌了吧！我把你夫君都还给你了，至少得说句谢谢啊！基德闪现出现在院子里面。半藏正雄呢？基德在院子里面扫视一周，看到里面现如今的景象以后，整个人就有些发愣。半藏正雄挂了，是你嘎了他？金币。对于基德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也丝毫没有感到意外。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抗衡，要不跟我们合作？你们？这个很简单，等你加入我们了，成员你自然就会知道。方辰沉思了一会，我可不想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随便加入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既然如此，那你多多保重。将半藏因子扔下以后，基德就离开了。方辰也没有停留，迅速的离开了这里。第二天，将所有资料全部上传上去，一共700万美金，很快就打入了方辰的账户。几千次的抽奖机会，这一次到底能抽中些什么好东西？其实在刚才看到基德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动手了。基德杀手榜第5，赏金可足足有700万美金。但是基德说还也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许不会逊色于天组织，这事情越来越有点意思了。金币杀手榜第7 ，KD 等于231，赏金500万美金，完成悬赏任务。现在消息刷新，金币杀手榜第6 ，KD 等于256，赏金550万美金。突然，方辰的电话铃声响起。你好，高薪工作了解一下，无需任何文凭，工作轻松，底薪8000，上不封顶，机票报销，食宿全包。同样，阿全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去，一定去。这几年太放纵了，20多岁，身体垮了，
也上不了工地，又没人评，还欠了不少钱。这个催债的短信天天搞得我快要崩溃了。今天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出国闯一闯，说不定咱单车就变摩托了。这也太嚣张了，居然诈骗到你爷爷头上了！去，一定去！这趟兼职只为了华夏同胞，没钱我也要干。缅北，我来了！卧底去缅北兼职有多危险？飞往水南的飞机上，阿全就靠在窗边。我总算要出头了，工作轻松，工资还高。这次出国去淘金，我不成功不回家。等到了水南的瑞旅，公司果然派了个车来接他，同车的还有其他3个应聘者。感情不只是我一个人接到了这个招聘信息啊！司机开车带着方晨几个人辗转几条小路，就到了缅甸北部的一个县。那个司机就是蛇头。蛇头是干嘛的？专门负责带人偷渡的。那个头叫蛇头。穿过集市，穿过村庄，穿过小河，这车子7拐8拐就停在了一大片铁皮房的外边。这里感觉有点不对劲呐！来这里搞钱肯定不对劲啊！下车还来不及环顾四周呢，就发现10来个当地人，腰上都挂着雷，手里边还端着喷子。有一个细狗一样的男人出来，带头男子赶忙迎上去：“王哥，猪仔带过来了。”那个人仔细地打量了我们一行几人。哈哈，你去财务结算吧。看着细狗的样子，应该小10万到账了。路上辛苦了，跟我走吧，先带你们几个去吃点东西，饿坏了吧？随后就带着我们走到了一个早餐店，多吃点。山上走了几天，我们没有再客气，这几天一直都在风餐露宿，食不果腹。我们一口气吃了500块的早餐，在吃的时候和接我们的这个人聊着，得知他姓王。王哥，等下怎么安排的？不用叫什么王哥，叫老王就行，大家都这样叫我。等下我先带你们上去，把洗漱用品还有住宿的用品发给你们。吃完早餐，老王便把我们带到了宿舍里。你们先睡一觉，睡醒后给你们几个接风洗尘，安排红浪漫。说完，老王把门关上，然后离去。说好的酒店式公寓呢？到了才知道，感情这儿4处漏雨，8面透风，这就是个铁皮房。早知道差距这么大，这间我不逃也罢。方晨没有理会，直接睡去。老王把我们几个都叫醒了。你们洗漱一下，带你们去吃东西。吃完饭后，老王便笑嘻嘻地对我们说道：“带你们去9号公馆长见识。”随后我们几人便跟着老王来到了9号公馆。到了门口，9号公馆2个背着自动步枪的内保就示意我们停下来接受检查。进去以后的内容我知道大家不喜欢看，咱们就直接跳过。还是要告诉大家，虽然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但是这些都是算在你们将来离开园区的赔付里，包含你偷渡过来的费用，要不然就嘎你腰子，懂了吧？我们几人在9号公馆玩了一个晚上，一直睡到第2天中午才醒。老王下楼把我们几个人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们几个人加上房费一起16880。回到宿舍，众人便纷纷开始说着昨晚各自的经历。听他们吹了一会牛逼后，我闲得无聊，便走到了老王所在的宿舍。老王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做事？先不着急，休息好了再做事，不然下次休息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如果你们几个想提前做事的话，今天下午我带你们几个可以去看下为人是怎么做的，看看大概的流程是怎样的。早点开工，早点做事，早点搞清楚他们的套路，然后早点完成兼职。老王说完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宿舍。你们是还要休息几天，还是就直接做事？当然是越快越好，好不容易来到这边。其他几人也纷纷表示如此。下午5点的时候，老王把我们叫了起来，可以去吃饭了，公司有食堂，可以吃，1天4顿。吃饱后，老王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室，示意我们在办公室里休息下，他去叫主管。没过几分钟，老王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我们几个就立马喊道：“主管好。”主管见我们几人很客气，笑呵呵地说道：“不用这么客气，随意一点就好了。你们叫我陈哥就行，不用叫什么主管。大家能有心一起共事就是兄弟。”能在缅北这个地方做到这样，不是一般的人。和善的表面，自然也会有他铁血狠毒的手段。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出来？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这是第一次出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不知道能不能做好。没做过，正好零基础入门更好，这样才会学得越快，思维没有固化，才能挣更多的钱。陈一白，你都来1个星期了，一单没开，你看是想选电机还是选拳击？想让我打电话骗国人，做梦吧！如今还是得伪装起来，挖出背后的家族势力。经过这几天的摸索，很有可能就是赫赫有名的4大家族。领导，我错了，我一定努力开单。这是最后一次警告，明天还没有开单就准备去水牢3天。水牢，这帮人真的是不干人事，一言不合就强制别人用奥利给抛走，不讲武德。你看看你朋友多努力，
喂，你好，太平省公众审查局司法执行部，我是执行官张虎亮。你好，胡子。啊？请你严肃一点，由于你这个手机号长期非法接待，个人记录非常恶劣，经有关部门裁定，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综上所述，今天1点之前，有司法人员携带 AKK 上门对你执行强制击毙，请你做好准备，让你的家人料理后事。胡子哥，这怎么会这样呢？我没有拿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录带啊。你之前是不是有欠过电话费、草贝之类的东西啊？无论是欠多少啊，这将会全部会列为你的私信记录当中。我家里特别困难，我很不容易的，现在刚上大学。我告诉你孩子，抗拒情节严重的话，国家安全部的火箭发射器也会锁定你的家人位置，随时进行轰炸。您说什么？为了你家人的安全健康，请你考虑考虑。胡子哥，我是听错了吗？别射火箭，求求你了。你现在跟我坦白，你都有从什么软件撸过什么钱，数额多少？好的，胡子哥，你好，我叫波波鸡，我现在在上大学，我不知道什么是花呗、草呗什么这些的。你从来没有在网上撸过贷吗？我没有，从来都没有。你的话费不可能没欠过费吧？有1个月我欠了40多块钱吧。阿全一顿狂喜，日积月累的40元，你不要小看我，在1点之前啊，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啊，司法人员直接上门枪毙。你们要是枪毙我的话，我现在在学校里啊，没 ID 卡，你们进得来吗？无论是什么地方，我们的飞虎队会直接到达你所在的位置，会对你的电话进行定位。我们会有非常专业的军事设备，你要准备好，今天晚上你要被枪毙，你做好准备。你别枪毙，是这样啊，胡子哥，我家里穷，手机都是诺狗呀，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草呗，我怎么下载 app 给你转钱啊？你是找干吗？波波鸡，我想活下去。如果说你不想被枪毙的话，不想让你的家人被轰炸，你跟你的同学借一部智能手机，我来告诉你怎么去处理这一个问题。抓紧时间好，抓紧时间。阿全干得漂亮。老王转过头对陈一白说道：陈一白，你看看你朋友刚来没多久，这业务能力杠杠的啊！对，阿全，现在给他打过去。喂，你好，你的智能手机接到了吗？我接到了。你先按照我的要求来做啊！你使用你同学的这个智能手机，接收到我们的电信偿还艾特的了解包。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有歧视他天天撸网贷，那为啥他不枪毙就枪毙我呀？我没做亏心事，我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为什么就要枪毙我？停止哭闹，你的问题非常的多啊！你做好准备吧，等你的家人今天晚上过来料理后事。我现在剩2个小时，问你点问题怎么了？安全部的火箭发射器已经锁定了你家人的位置。我们那个山沟里连个电线杆都没有，你告诉我你锁定了。我告诉你，我们司法执行部全部都是按照生物识别，只要输入这个人的面容，就能锁定你家人的位置。我爸我妈没有户口本。波波鸡，我告诉你，抗拒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会射你很多枪。你想拥有一个全司吗？很多枪会打你的头，射你的面门。停止哭闹，停止哭闹，你是一个成年人了，停止哭闹。严国建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私信人员，每个人都已经被锁定了。阿虎，你别说了，我交，你说吧，我交多少钱？我现在卡里有18万块钱。听到说卡里18万，他们非常的开心。78万元，软件直接会弹出橘黄色的补齐非法欠款按钮。好的，点击了，但是这个软件卡了，然后问我要不要那个交友，说要是交友的话，让我下载软件。你只剩2个小时，还交什么友？现在已经是要打击你4枪以上了。行，虎哥，那好，我现在转啊。哎呀，虎哥，我这个卡那个谢啊，别跟我刷心眼子，打6枪了，现在是打6枪了。虎哥，要不这样，你打开反诈 app， 那里面不谢额，我转给你。啊！老王骂骂咧咧的走开了。陈一白等老王走后，打开了系统。尊贵的宝子，您可抽奖4900次，您确定不来抽奖吗？好的，来抽奖一次吧。狗宿主，你干得漂亮！4900次机会，你跟我说抽奖一次。乖乖把好货交出来。恭喜我的傻白甜宿主，您抽到意大利面精通技能。
我敬爱的宿主同志，本系统担心你茶叶蛋吃多了，该换一换口味了。退钱，老子不玩了。鉴于宿主认错态度诚恳，本系统自动开启500连抽，不用感谢我，本系统做好事从来不留名。恭喜宿主，您即将抽到战兵，需再消耗100次抽奖机会啊！已自动消耗，共消耗900次机会，获得战兵3个。今日已不易抽奖，下次再见。童子，你这玩意怎么玩？你好歹说一下，也没有系统介绍。于是趁同事们都在摸鱼，心念一动，召唤出来了一个战兵。随后陈一白面前的空地上原本空无一物，随着光芒一闪，1级战兵，体质等，绝对服从。经过方辰的仔细研究，终于确定了。所谓战兵就跟傀儡一样，没有自主的意识，对我的命令绝对服从。这个体质就是成年人的身体素质，2就代表着眼前这个1级战兵有2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陈一白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又召唤了一个战兵。融合1级战兵-2， 2级战兵加1。这个2级战兵外表没有什么变化，但体质却由2变成5，有点意思。忽然老王吃完饭走进办公室。陈一白，你在和谁说话？不去吃饭是不是想去水牢了？领导好，这是我的朋友，他也想来咱们这里发展。好啊，好啊，陈一白，你干得不错，继续努力。这个星期你不开单也没事。2个星期后，白哥，我们已经掌握了亨利集团所有的证据，这家公司背后的势力就是4大家族的魏家，其余的3家分别是白家、刘家和徐家。突然老王出现在他们身后。陈一白，你这2个星期搞了880个猪仔来我们这里，你的业绩很不错。废话，我几千次的抽奖机会全用完了，还能不干出一点动静来？但是你现在是主管，这些人已经7天没开单了，你看怎么处理？老东西坐不住了，要开始对我们下手了，果然是越冷越避廉。老王，怎么处理还不是你说了算？你小子还是挺上道的。蓉姐说漂亮国那边需要腰子，我觉得他们身强体壮的，那边肯定喜欢。草菅人命，这些人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条无辜的性命。还有，蓉姐听说最近招了很多强壮的猪仔，她说需要每天送10个过去，每天不能重样，你自己看着办。老王，我觉得这样处理简直是到位了。我想问问，一个多少钱？你能拿到5000，我能拿到2万。我知道一个我们能拿到更多的法子，要不要试试？哦，你赶快说说。听说福利来那边需要很多猪仔，还有苍盛科技园那边也在扩招，现在价钱听说是平时的几倍。你看他们个个人高马大的，绝对能卖个好价钱。还有这好事，你小子果然是很上道啊！好好干，搞定之后一起去红浪漫。听说最近那边有一批极品，我这口水都不听使唤了。老王高兴地离开。1号，你安排其他人分别卧底进入其他3大家族，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进入他们的安保部门，成为目标人物的安保人员。成功以后给我反馈。1号，你这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就去了蓉姐那里一趟，今天怎么感觉精神如此的萎靡啊？你可是2级战兵啊！没想到我铲除缅北诈骗势力中，却被当地军方阻挠。1号，你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感觉精神萎靡啊？你可是2级战兵。白哥，下次能不能给我换个擅长的战场？这个实在是吃不消。你们10个人都拿不下一个女人吗？有点不可思议啊！我们不辱使命，拼了命才混成了蓉姐的贴身保镖。哎呦，不错哦，1号，你还是有点东西的吗？白哥，我们派出去的人已经全部渗透到4大家族中，我们随时可展开行动。好，干得漂亮！这次我们尽量抓活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行动。第2天早上8点15，白哥，4大家族已经全部被我们控制。1号，你还是有点东西啊，那都厉害。老大，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这帮人我们没办法出境，现在当地军方在和我们对峙。当地军方？我们是否能直接发起武装冲突？请指示。武装冲突没必要，毕竟这次兼职的目标只是铲除诈骗集团。1号，派出谈判人员，与其谈判，务必达成以下条件：第一，我们可以释放4大家族主要人员；第二，我们需要军方释放所有事件中的华夏人员，并安全送往燕国；第三，必须控制4大家族成员。收到。4个小时后，很快，安全局那边收到消息。陈一白，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将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又将谈判条件说了出来。
陈一白，现在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不需要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他们还不配。现在就算是他们同意你的谈判要求，你也不要同意，等我10分钟。随即挂断电话。老大，现在怎么办？请指示。原地待命。收到。10分钟后，对方走出一名高级军官，我方随即派出一人与其交涉。老大，对方给出了回复：第一，4大家族移交给他们，由他们军方再移交给燕国；第二，释放所有事件中的华夏人员，并安全送往燕国；第三，此次是帮助当地军方打击诈骗集团，为此奖励50万缅币。我只想问，这第3条是什么鬼？于是我与安全局队长林青山通话，对方表示可以达成一致。至于为什么要移交当地军方，我想粉丝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毕竟白银仓可是在朋友圈展示了一块3000多万的手表，当地军方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说不定明天就戴在了某位将军哥的手腕上。几天后，10名缅北重大罪犯嫌疑人被移交华夏国安。这些老缅高50万缅币给我，真的是鸡贼！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还有888个战兵要吃饭休息，好难啊！陈一白陷入沉思。对啊，差点忘记我在非洲的产业了。随即拿出电话打过去。陈哥，终于联系上你了，你再不来东西都要被抢了。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哥，我们周边有3个军阀，他们知道我们有钱了以后，就3番2次的来组团干我。那3个军阀都穷成什么样了？他们哪里来的武器？我们也不清楚，就在几天前，他们突然换上了美式装备。总之，陈哥你再不来，我们就真的要被抢了。陈一白的脸上一脸的阴沉。我陈一白行走世界，从来都是以借为主，没有抢过别人一针一线。现在居然有人来抢我的东西，简直是欺负老实人啊！必须去白州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想到这个男人随手捡起来一个东西，就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美式装备，这里昨天晚上应该有一场火拼。看样子那3个部落确实都装备了美式装备，但由于还不熟练，很多武器还不会用，所以才给了马里尔喘息的机会。陈一白对着城墙上喊道：开门，我是陈一白。城墙上原本的守卫看到陈一白以后，全都警戒了起来，还以为又打过来了。但当陈一白亮明身份，并且亮出原本面貌以后，全都身体一颤。陈哥！不一会的功夫，城门被打开，一个黑皮肤的青年男子看清陈一白的脸以后，脸上热泪滚滚而下，小跑着一边哭一边喊：陈哥，你要是再不接电话，那我们真的准备跑路了。一见面，马里尔就对着陈一白大诉苦水，喋喋不休的道：陈哥，你是有所不知，3天前那3个部落突然跟发了疯一样，拿着美式装备朝着我们打来，我们艰难抵挡，终于把他们打退了。但他们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每天晚上都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猛。据我所知，那3个部落很穷，到底是哪里来的装备？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钱来买美式装备。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就像是一夜之间拿到了美式装备一样。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攻过来的时候，有的人连枪都不会开。都说非洲大地矿物质丰富，难道真的能找出来美式？你们这几个月的假钞有多少利润？陈哥，这2个月来，我们假钞全部都从你给的销路卖了出去，一共收获了500万美金，算上成本等等乱七八糟的，还剩下350万美金。还没等他接下来的话说出口，马里尔就抢先说道：都准备好了，陈哥，350万美金，按照你的要求，全都汇入了你的账号里。马里尔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之间6个部落是怎么消失的，这个钱他是1分也不敢多拿。他们对美式装备的熟练度越来越高，昨晚已经打到了我们城墙底下，差点破城。不过还好陈哥你今天到了。陈一白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支走了马里尔，开始了他的抽奖之路。尊贵的狗宿主，开始抽奖。一阵抽奖声来了，恭喜您抽中武器复制，武器复制可将所有武器复制。开门红啊，这系统终于良心了一回。这技能到底有多屌炸天？这个范畴可大得很啊，小到刀枪棍棒，大到武装直升机等等，甚至核弹也是武器，航母也是武器啊。另一边，为了部落，今天晚上彻底拿下马里尔。600人对200人，又是带我。几天前我们3家还穷的连饭都吃不起呢。是啊，多亏了发现的那些黑色液体啊！算时间，今天晚上他们也该派人过来收了吧？速战速决，赶紧将马里尔他们拿下，还要迎接那些人呢。没有他们，
咱们可没有那么好使的武器。陈一白长呼了一口浊气，终于将350万美金转换的金钱值抽完了。陈一白大骂道：“这系统真的是狗！几千次的抽奖就刚开始第一次抽了一个技能。”随即，陈一白将之前的2级战兵融合，3级战兵体质15，绝对服从，武器精通。武器精通，1级、2级战兵可以使用一些枪械，但对于其他武器并不精通。3级战兵这个武器精通，也许就意味着他精通世界上所有的武器。这样的话，多合成几个战兵，等以后复制一艘航母，真有可能啊！突然，外面爆炸声响起，那3个部落的人又打过来了。看到了2公里外那些朝这边赶过来的一群人，对方为首的几十个人身上装备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防弹衣、自动步枪等等。老大，这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赶紧布防？马里尔身边有人忧心忡忡地问道：“老大，对方这次来了那么多人，这是想一下子歼灭我们全部啊！要不我们还是先战略性撤退吧。”昨晚对方就已经能很熟练地运用美式装备了，差点就将城墙打破。今天晚上对方来的人数更多。马里尔嘴角微微上扬，没想到马里尔被3个装备精良的部落一起围攻，他却一点也不慌张，反而一脸坏笑。臭啊！前面就是马里尔的地盘，破开那个城，活捉马里尔。为了部落，最好3个部落里面的人全来，有陈一白在，来多少送多少。要是都来，正好全部歼灭。几十个人身穿美式装备，跑在最前方，他们振臂高呼，身上的现代化装备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自信。不对，前几次都会遭到他们的抵抗，但现在咱们已经快到他们城墙地下了，怎么不见有人出来？这还用问吗？一定是被吓得不敢出来了，或者是都在准备跑路。也对，你看看咱们身上的这些装备，那个马里尔拿什么阻挡我们？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让这群人的士气更加的高涨。忽然，有人偶然看到了天空中的4个东西。那是什么？大晚上的怎么会有鸟？好大的鸟！不，那不是鸟。等看清楚以后，这200多人的身体都是一顿。那是4架无人机。等人出来以后，4架无人机也已经飞到了他们的头顶，然后几个炸弹就被精准的投放了下来。哈哈哈！为了部落，3个部落的首领距离大部队很远，但这3人都信心满满，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这一次一定能端了马里尔的地盘。由于距离的原因，再加上现如今天色已黑，他们看不到飞在天上的无人机。不对啊，你们快看！这3个首领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生了什么？我的手下怎么不见了？其中2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就被咔嚓了脖子，只留下了唯一一个幸存的首领，小心翼翼地转过头，看着身后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他看着陈一白，陈一白看着他。你们这些装备哪里来的？饶命！饶命！因为我们的地盘上发现了石油，这些武器都是赶来的影将给的。瞬间明白了过来，石油会滋生霉菌，怪不得短短几天时间，这3个部落就从连饭都吃不起，变成了现在装备美式装备。这一切都要依靠与他3个部落中的石油啊！石油就在前面，我们马上就要到了。真是命苦啊！其他的驻军都在害怕，咱们还要出来运输石油。几辆吉普车在前面带队，后面还跟着几辆石油运输车。吉普车内，一名鹰将军人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跟着同伴抱怨起来。3个部落上空，一架 H-46阿帕奇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了一阵，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当即，直升机的操作员就发现了不对劲地方。不对，情况不对！饶命！啊！陈一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随手就把3个部落首领中仅存的一个干掉了。他的族人刚才都被炸了，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孤独吗？忽然，他身上的对讲机就响了起来。陈科，不好了！3发照明弹从远处射了过来，在空中爆炸，瞬间将这片区域点亮。陈一白眉头一皱，耳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一架直升机发出的噪音。一架 AH-46阿帕奇直升机，鹰将是驻扎在这附近的鹰将。什么人？这3个部落里面的人都是你干掉的？很快，那架 H-46阿帕奇直升机就率先飞了过来，悬浮在距离陈一白10米左右的空中。紧随其后的是机车，将陈一白的身影团团围住。车上鹰将的士兵举起枪对着陈一白。是鹰将在这里的驻军。完了，那些人的美式装备都是这些人给的。现在惹到了鹰将，
老大，这下子我们该如何是好啊？要不，老大，趁现在我们赶紧跑吧，等一会鹰将干掉他，注意到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看着货真价实出现在这里的鹰将，马里尔的手下们可谓是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亚洲人，这些鹰将看着陈一白只有一个人，而且身上都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心中升起的警戒也开始缓缓的消失了。虽然这3个首领是眼前这个家伙干掉的，但一定是偷袭。现在在照明弹下亮如白昼，就算这家伙再厉害，难道还能嘎掉在场所有人？你的同伙在哪里？到底为什么干掉他们？也是觊觎他们的石油吗？陈一白先是面色冷漠的环视一圈，心中也在计算这照明弹的效果什么时候消失。先把这家伙抓起来，带回去好好的审问审问。在确定陈一白没有任何威胁以后，这几个鹰将士兵也暴露了懒散的性格，天上照明弹的效果也在缓缓的减弱。几个士兵想将陈一白给控制住，照明弹彻底的熄灭，这片区域又恢复了暗淡。老大，现在是个好机会啊，赶紧跑吧！男人第一次被人围攻，但他却一点也不慌张。我怎么总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呢？一名士兵脸露疑惑之色，不断在脑海中回想。哪里呢？好像是……等等，负后是金币。突如其来的爆炸将四周的基本掀翻，而那几个靠近陈一白的士兵当场死亡。3个战兵各自拿着加特林，对着四周一顿扫射。AH-46直升机上，驾驶员见情况不对，立刻调转方向。认出陈一白身份的那个士兵也在心中长舒了一口气。杀手榜第6，果然厉害。不过还好，我这次坐的直升机，他就算开着车也追不上。赶紧通知上级，杀手榜第6的金币出现在了。在他前面，一架直升机居然在缓缓的起飞。我的发，妈的法克，什么鬼？那是一辆直升机。没错，一模一样，跟我们的一模一样。但是刚才从哪里来的？刚才根本没有看到啊！武器复制，直升机完成。什么都没有的地上，突然冒出来一架阿帕奇直升机。非洲大地再怎么人杰地灵，但长出阿帕奇就太扯淡了吧？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走！但他们的身后，那辆阿帕奇已经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击落他！击落他！飞机上的这些人只能用手中的自动步枪朝着后方射去，一发没有打中，紧接着又是一发。砰！这发炮弹直接打在了直升机的机翼上。这的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你们说你们被一样的直升飞机给追杀？没错，没错，赶紧来支援我们！你们口中追杀你们的那架直升机是哪里来的？从地里冒出来的。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来救援 ！Surprise！ 你们几个小子存心想在我们开趴的时候捣乱是吧？还被阿帕奇追杀，整个基地就一架阿帕奇。放心，等你们运石油回来，它还没有结束。就在这时，一个 RPG 正好在飞机附近爆炸。你们还偷偷的把烟花带出去了？不是，这是炸弹的声音啊！我们在被追杀，被一辆直升飞机追杀。没完了是吧？还直升飞机？你当我是什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被你骗？我可是洛杉矶蓝翔职业学院毕业的。随着几声不丹的哀嚎，整个直升机在空中爆炸。将军，就在刚才我们外出运输石油的一个小队失去了联络。失去了联络，发生了什么情况？具体不清楚。不过这支小队曾打来求救电话，说他们正在被一辆阿帕奇追杀。一架直升机价值上亿美金，整个美军基地也就只有一辆，其他的军阀想都不用想，根本没有这个实力。驾驶着唯一一架直升飞机被一辆直升飞机追杀，让这些意大利人去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太猛了，陈哥！陈一白回来以后什么都没有说，支走马里尔等人以后，就拿起手机登上了暗网，看了一圈的消息。当今暗网上最为火热的话题就2个天组织跟光明组织。这个光明组织就是基德背后的势力。在东京的时候，基德曾经邀请过他加入他们。天组织已经跟世界排名第2的雇佣兵公司黑水达成了合作。又打开另一个网站，陈一白轻车熟路地将帖子发了上去，出售9成新一手 H-46直升机1架。这不是陈一白第一次在这里卖武器了，几个月前他在巴拿马抢，不是借了一队海豹突击队的装备，也是在这个网站上卖掉的。大熊境内，鹰将打压我们，
欧盟也联合制裁世界和平的太久了，他们都忘了我们的恐怖了。没想到这个男人第一次下面，竟然引来了一支大义军队。可谁想大义军不讲武德，居然提出离奇要求。刚刚收到消息，暗网上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出售。普大帝都罕见地感到了一丝诧异。阿帕奇直升机，这可是鹰将的王牌直升机，我们多次采购都被拒绝。你去查一查，如果是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到手。是。接到命令，克格勃斯基恭敬地退了下去。如今的局势，要不要再打一下呢？非洲索牛里，香，真是太香了。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意大利面，我绝对没有闻到过那么香的意大利面。味道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走，我们先去看看任务什么的，哪有吃饱了重要。一支小队奉命来调查被陈一白干掉的那支运输石油的小队去了哪里。好吃懒做，远离战争，这是大义军队的传统。很快，这支小队就顺着味道来到了一个城墙下。味道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我们先部署一下如何进去解救意大利面。陈一白吃完自己做的意大利面后，就独自离开了。马里尔还没有来得及吃，这个餐厅内忽然闯进来了一支带着枪的小队。什么人？马里尔众人一惊，对方是什么人？轻而易举突破我们的视线进来。看到马里尔众人惊慌的模样，意大利士兵中带队的队长急忙摆了摆手：别误会，我们是意大利人，你手中的意大利面，这是我们的，也不能随便给你们了。意大利小队中的队长想了一下，最终想到了一个主意。按照国际法，必须要给俘虏1日3餐，所以我们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马里尔有些发愣，他说什么？要我俘虏他们？这种要求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再说了，我一个小小的军阀，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敢俘虏大义的军队？看到马里尔摇头，这些意大利人恼怒，不让我们投降，我们怎么吃意大利面？于是这小队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投降。鼻青脸肿的马里尔脸上表情复杂，被侵略了，要不要喊陈哥帮忙？马里尔又看了看被自己俘虏的意大利人，都在心满意足地吃着意大利面。俘虏？谁是俘虏？这个世界太疯狂了。陈一白回到房间后，拿出手机，已经有人私聊他了，真的是阿帕奇直升机。对方发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询问真假，很正常。作为鹰将的王牌直升机，现在被人挂在暗网上卖，是个人都要怀疑真假。真的，这可是鹰将的王牌直升机之一，对方是什么？一个人还是一个市等等势力？这个克格勃斯基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双眼瞳孔微微的一缩。光明组织公然挑衅鹰将为首的西方国家跟天组织，难道是这个光明组织想要多少钱？陈一白思考了一阵，这才缓缓地回道：1亿5千万美金。对于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意义。鹰将的王牌直升机，只要这个价格公布出去，不用鹰将的审核，只需要花1亿5千万美金就能购买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整个世界都要疯狂。何的交易？如何的交易？陈一白沉思了一下，给他发了一个地址，3天之后在这里见面，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是何等的自信，提前3天就把地址发了过来，难道就不怕我们提前在那里埋伏，然后黑吃黑？不过这也确实是光明组织的作风，那群疯子接下来如何去这个地址？对方会不会提前埋伏？还能是谁？有这个实力，不怕得罪鹰将，而且还能轻易拿出1亿5千万美金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方还是被鹰将制裁，不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来找鹰将购买。如此要求之下，能符合条件的，整个世界只有华夏或者大毛。陈一白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还是军火来钱快啊！只是可惜炸毁了一架，不然就是3亿美金啊。不过这附近有大美基地，再去把他们抢，借一点。没想到这群老六为了吃意大利面，竟然强迫我们俘虏他。哼，我们知道你想问什么，这都是军事机密，我们是不会说出任何东西的。这意大利面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这可是我的手艺，想吃的话我教你啊。意大利士兵满脸惊喜，看人真准。就这样，陈一白以付出意大利面配方的巨大代价，从这些铁骨铮铮的意大利士兵口中得知了附近军事基地的一些情报。陈哥，你问的如此详细，该不会是想……
问那么详细是要干嘛？钱吗？那可是以鹰将为首的国家组成的军事基地啊！可是以陈哥的性格，好像真的敢抢啊！我还没有这个打算。马里尔松了一口气。我出去一下，你们看好这些俘虏，不要让他们跑了。还有，随时注意我电话。羡慕啊！为什么今天偏偏轮到咱们值班啊？知足吧，胖子，咱们运气算好的了，起码没有出去执行任务。不过距离刚才那群人出去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吧？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谁知道呢？也许是路上出现了什么意外。不远处的陈一白开着技能隐匿。将军，那支意大利的士兵也失联了。距离第一个小队失踪已经2个小时了，现在就连那支意大利小队也失联了。将军，要不停止宴会，让所有人进入战备状态。我感觉那2支小队失踪，绝对不是信号灯时。能有什么意外？整个索牛里都被我们里里外外的清扫多少遍了，除了那些小军阀，我们没空收拾。那些稍微有点实力的，谁还没有臣服？可是将军，这2个小队失联。麦克阿暗沉思了一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派2支小队去找。等这个手下离开以后，这个办公室里面又进来一人。将军，这是国内发来的邮件。麦克阿暗接过信件，打开以后，双眼顿时一亮。罗里岛，那可是男人的天堂啊！一旁的手下也算是麦克阿暗的心腹了，自然知道信里面是什么。麦克阿暗家族在立国根基深厚，其祖父更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5星上将。麦瑟阿暗一脸的得意，这些人还有点良心，没有忘了我。罗里岛这段时间都低调一点，把重心都放到这个岛上，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这一次，整个岛上会汇聚鹰将不少的大人物，真是有点期待啊！不过一定要小心行事，咱们盯上这个岛，天组织的人肯定也知道咱们要盯上这个岛。那样正好，正愁找不到这些天组织的人呢。这一次总能杀一个痛快了吧？一间密室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不断讨论着什么。其中一个身穿白色风衣的男子，嘴角微微翘起。场面不够混乱，不过我暗中散播一些消息，将一些杀手也一同席卷过来。记得以你的影响力，这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不只是光明组织的人，就连天组织的人同样在密谋着什么。这次的罗里岛肯定已经被光明组织的人盯上了，先通知大人物让他们不要去。不行，雷队长，他咧嘴一笑，在众人看来显得格外霸道狰狞。为什么要通知那些大人物？如果罗里岛上没有了这些大人物，那光明组织的人还会去吗？如果不提前通知，万一那些大人物在岛上出现什么意外，这后果谁来承担？雷队长看了他一眼，心中对此十分的不屑。狗屁天组织，什么为了猎杀逃脱法律制裁的人？整个组织真正的意义不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大人物吗？意外能有什么意外？这一次我们黑水雇佣兵跟你们天强强联手，难道那个所谓的光明组织还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翻起什么风浪不成？对啊，你们天组织的人也太小看自己了，实在不行你们就乖乖的找个角落躲着，让我们黑水雇佣兵去就行了。早就想见识见识那个光明组织有多强了，希望这一次不会让我失望。那就依雷队长的话，只要通知一个人，那这个消息就肯定会走漏。罗里岛上面一旦没有重量级的人物，那光明组织的人肯定也不会出现了。到时候再想引诱他们出来，不知道得等到啥时候。倒不如趁着这一次，提前在罗里岛上布下天罗地网，将光明组织的人一网打尽，以绝后患。这一次所有人都得死。我们天组织可谓是出师未捷，刚刚宣布成立，就在东京、非洲被人连杀了好几个成员。这一次赌上天组织的一切，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没有人注意到，开着技能隐匿的陈一白已经在这个军事基地的各个重要地方全部安装了炸药，军火库、通讯站，当然最重要的机场，陈一白自然不可能放过。马上就该换岗了，这个排队也结束了。是 AH-46 阿帕奇直升机，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出去多长时间了？运个石油有那么麻烦吗？两人刚想欢迎，
听到枪声，陈一白知道时候到了，将放在附近的炸药引爆。刹那间，龙腾天，猎杀开始了。发生了什么？爆炸？哪里爆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看到了天空中的 H-46阿帕奇，联系阿帕奇直升机，从上面看看发生了什么。地面上不少的人直接被打成了马蜂窝。怎么回事？那辆 AH-46阿帕奇为什么要对我们攻击？不好，有人打过来了，到底是什么人胆子那么大？快联系上级，组织防御。阿帕奇直升机上，2级战兵一只手压着一把大菠萝，流畅的输出。可恶！去机场开直升机把这架 AH-46阿帕奇打下来。不要以为劫持了一架 AH-46阿帕奇就可以为所欲为，真的当我们整个基地没有飞行员了吗？干掉他们！一群人大叫着，经历了层层危险，终于来到了机场门口。不管他是什么人，敢这样欺辱我们，一定要让他碎尸万段。虽然机场的飞机性能比不上 AH-46阿帕奇，但是对方只有一架，以数量依旧可以取胜。只要击落了那架 AH-46阿帕奇，我就是整个基地的英雄。他们就看到了从机场内走出来的一个身影。所有来到机场附近的联军看到身影出现的瞬间都愣住了。什么人？哼，装神弄鬼，直接冲过去干掉他。无论他是什么人，难道还能比天空中的那架阿帕奇还要恐怖吗？麦克阿安一脸懵逼。将军，那架阿帕奇特征跟我们基地的那一架完全一模一样，但是……麦克阿安看了一眼汇报的手下，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但是什么？为什么会对我们动手？这个目前的原因还不清楚，应该是被人劫持了。可恶啊！赶紧让我们的飞机起飞啊！难道就一直让他在空中干我们？麦克阿安被气得不轻，联军基地被袭击，H-46阿帕奇被劫持，这2个重大的事故就已经代表着他的前程已经到头了。那辆阿帕奇已经在空中盘旋了有一阵时间了，整个基地内居然没有任何反击措施。飞机呢？飞行员内起飞啊！这个来汇报的手下一脸的迟疑。当他抬头看到麦克阿安那冰冷的眼神后，浑身打了一个冷战。不少飞行员都去了机场，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一架飞机成功起飞。我们猜测机场应该也被控制了。什么？麦克阿安双眼瞪大，语气颤抖，还有些不敢相信。机场怎么会被劫持？饭桶，都是一群饭桶啊！机场被控制，麦克阿安作为第一责任人，那就意味着不光是自己的前途到头了，更可怕的是，他还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啊！怪哦，不要，放过我，求求你了！机场门口已经布满了身体，随后朝着后方的机场看了一眼。不错，有4架飞机，在这次行动中没有损毁一架。哈哈哈！不错，这鹰将就是大方，这么贵重的东西都愿意借给我，等到时候打包卖给大毛。军事基地的防空洞内，将军，外面好像没有动静了，要不我们现在战术性撤退吧？麦克阿安跟10几个人在里面躲着。至于为什么刚才不出去拼杀，开玩笑，我麦克阿安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都不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搭在这里。刚才是什么情况？整个基地内大部分装备都被炸了，而且机场还被控制，对方牢牢掌控着制空权，自己这边连求援的信息都发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拿什么去打？拿命吗？所以麦克阿安带着自己的亲信，跟一些守卫提前躲进了防空洞。是啊，将军，现在外面的人估计在打扫战场，没有机会注意到我们。现在撤退应该能走。先等等，情况不明之前，不要轻举妄动。怎么样？现在能联系到了吗？他目光落在的那个地方，一个士兵摇了摇头。不行，目光通讯站被炸了，这附近的信号还被屏蔽了，消息根本发不出去。可恶，到底是什么人敢如此的大胆？难道不知道我们是鹰将的吗？非洲的本土军阀？不，他们应该没有这个胆量跟实力。那会是谁？兔子、蛋毛？但是他们就算要动手，也完全没有必要跑到非洲来啊！全球那么多的军事基地，棒子的多好，又近又好打，干嘛非要大老远的跑来非洲呢？麦克阿暗想不明白。陈一白打开一个保险库，
看到了里面放着的黄金。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应该是这个基地将军的房间，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这些年在非洲搜刮的。陈一白看着房间内自己搜出来的5个保险柜，随便打开一个就是满满一箱子的黄金，而这样的箱子这里还有4个。光是这些黄金，这一次就值了。将5个箱子全部收进储物空间之后，3级战兵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陈一白接过来一看，罗里岛。喂，老头，继续啊。留下活口。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对我们鹰将动手！10几人都举起手中的枪对着陈一白4人。陈一白脸色平静，如果不是要留下来麦克阿案的活口，哪里会给他们说话的机会？麦克阿案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看到对方只有4个人，甚至还有了几分的不屑。12人对4人，优势在我。可是现在如果动手，很难保证混战中不会伤到我。陈一白以及3个战兵身上扫了一圈，眼神十分的轻蔑。我也不欺负你们，单挑，只要你们能赢，我们就束手就擒。相反，如果我们赢了，那你们就放我们离开。无论结果怎么样，4场单挑下来，你们就算全赢了，那也肯定精疲力尽，到时候还管你规矩不规矩。陈一白看了麦克阿案一眼，自然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按你说的办，速战速决，不要给对方拖延时间的机会。当即就有一人跳了出来，他看着前方，先是将目光放在陈一白的身上。这个小白脸一看就弱不禁风，还是留给将军吧。随后这个壮汉的目光又转向了陈一白左边的1级战兵，看到他浑身是血，又缓缓地移向1级战兵旁边的2级战兵。这2人身上都是血，一看就是狠角色。这个壮汉在心中思索，目光缓缓地放到了陈一白右边的3级战兵身上。这个家伙可以，身上一点血没有，战力肯定不强。当即他伸出自己的右手，指向陈一白右侧的3级战兵。们出来！这人一看就是小可爱，上来就挑了一个最能打的。3级战兵收到陈一白的命令，很平静地向前走了2步。前帝国护卫队第7小队队长尼古拉斯·沼斯四教。前帝国护卫队，我行走世界100年，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不对，这不是约翰的一支特种部队吗？海帝国护卫队。开始。尼古拉斯·沼斯脚在地面上蹬，整个人如同一发炮弹一般飞了出去。就是这样，一拳干掉他。这可是我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请来的贴身护卫。3级战兵不躲不闪，尼古拉斯·沼斯见状，嘴角咧开，狰狞的一笑。给我！重重的摔在了防空洞的墙壁上，一动不动。发生了什么？面前这是什么怪物？发生了什么？尼古拉斯·沼斯是怎么飞出去的？喂，老头，继续啊！听到声音，麦克阿案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个黄皮肤的家伙长得白净，看起来也挺清秀的，肯定要比旁边那3个家伙好打。刚才的尼古拉斯·沼斯确实够意思，没有选这个弱鸡。打不过那些高大的怪物，我还打不过你这个弱鸡吗？麦克阿案当即向前一步，指着陈一白：“只要我打赢了你，就放我离开。”我？老头，不错，你很有眼光。麦克阿案活动了活动筋骨。眼前这家伙弱不禁风的，自己要下手轻点，不然太重了，他反悔了，不让自己走了怎么办？多亏了上帝保佑我，只要打赢眼前这个小白脸，就可以走了。等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这个男人上一秒还在白州军事基地耀武扬威，下一秒却在西伯利亚下令营众土豆，只因他们一行12人被对方4人包围，而麦克阿案看到对面首领竟然是个小白脸，于是想亲自动手。可没想到对方只是一指点出，直接让他丧失了直觉。麦克阿案的那些手下皆是一惊。下一刻，陈一白抬手示意3个战兵动手。陈一白之所以答应他单挑，为的就是生擒麦克阿案。现在已经成功，那他的这些手下自然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俘虏了鹰将的一个将军，其祖父还是鹰将历史上的传奇5星上将，大毛那边会出一个很合理的价格。醒来以后，就让这大哥和粉丝们一起去西伯利亚种土豆去吧。这一次收获最大的并不是这些武器，而是
那武架虽然比不上阿帕奇，但价格也不菲了，也能卖上$1。果然，鹰将他们还是有钱。上一次在巴拿马抢了一队鹰将的海豹突击队，就收获了几百万美金。陈一白长叹了一口气，以后再想去找鹰将的军事基地借东西，就有点难了，最少要等几年了。鹰将境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觉醒来，结果一个军事基地被炸了，到底是谁？白州到底哪个反动派有这样的实力？还有阿帕奇呢？面对特梅普问出的这一连串的问题，大臣脸色沉重的低着头，什么话都没有说，沉默了一阵，这才开口。1天前，有人在暗网上售卖一辆阿帕奇，他卖的那架会不会就是？之前我们只是觉得那帖子就是来着活的，这怎么看都有点蹊跷啊！抢了我们的军事基地，还明目张胆的在暗网上销赃。特梅普气的身体都在发抖。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民众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军事基地，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其他国家会不会产生鹰将的驻军？也没有多厉害啊，这种想法。根据我们的消息，这次的行动不像是某个国家，反而像是个人的行为。此话一出，场内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什么？个人？现场没有交火的痕迹，整个过程几乎是一边倒的屠杀，而且现场只有我们这边人的尸体。光明组织是那个所谓的光明组织，真是好大的胆子！现在居然敢直接抢劫我们的军事基地了，明天是不是就要拿来总部抢了？告诉天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加大经费，一定要将这个光明组织干掉。这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抢了他们的军事基地？我们抢那玩意干嘛？一个个问题不断的在这些光明组织成员脑海中浮现。咱们是被误伤了，有人抢了这个军事基地，直接赖到了咱们头上。经过这一番解释，众人也明白了过来。鹰将把我们当什么了？个人抢了，然后就赖上我们。天底下个人行为多了去了，怎么不去怀疑杀手榜第1去？鹰将在非洲的军事基地被抢了，里面正好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据他们说，幕后主使是光明组织。听完克格勃老大的汇报，普大帝沉思了片刻。时间、地点、交易的物品几乎都一致，种种迹象都在说明一件事情，跟他们交易的就是光明组织的人。发生了什么？那个卖家又联系我了。这一次，克格勃的老大将卖家2个字说的特别重。他说了什么？对方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美式直升机要出售。鹰将的军事基地刚被光明组织的人抢了，现在这个卖家就上新了装备。这次换谁来都会确认，这个卖家100%是光明组织的人。光明组织的这番操作无疑是向鹰将宣战。一个组织有这样的胆量跟魄力，背后绝对不简单。全部买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光明组织对付的是鹰将，他完全不介意坐山观虎斗，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在背后做一个推手。居然把我当成了光明组织。看到新闻，陈一白也是感到有些诧异。原本以为我抢了这个军事基地，鹰将肯定会震怒，我都准备销完赃以后，随便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几亿美金，多抽几个技能，好好沉淀沉淀。现在没想到光明组织直接替自己背黑锅了。看到这个新闻以后，陈一白也有点哑然失笑，心中也默默地为光明组织默哀了3秒钟。鹰将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怀疑到光明组织的头上？我这次行动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屠杀，整个现场只有对方士兵的尸体，没有激烈对战的痕迹。从这几点就可以猜测，不是军阀所为，而是个人行为。1次2次还行，都可以甩锅给光明组织。手机的铃声响起。你好，有多少装备我们都要。陈一白果断地开口说道。好，我代表光明组织全部答应你们。第2天，陈一白用技能将自己的容貌做了改变。切布里科夫居然亲自来了。切布里科夫看向3级战兵，这是什么样的气势？感觉那附身躯内有无穷的力量，就像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杀戮机器。旁边这位应该是大毛飞机领域的专家，可以过来验货。即便知道对方是光明组织的人，但几亿美金的交易，该有的验货环节还是不能少。看进去吧。陈一白灿烂一笑，用一口流利的日语打着招呼。2位如此年轻就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真是英雄出少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陈一白笑容依旧灿烂，就给人一种地主家的傻孩子既视感。切布里科夫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我们共同努力，看样子来这里的光明组织成员并不少啊。不知阿帕奇直升机现在所在何处？那就请诸位跟我一起来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真的是朋友，那完全可以拉拢。
切布里科夫是克格勃的老大，掌握着整个大毛的情报系统，这样的人，鹰将能出什么样子的价格呢？经常卖直升飞机的都纸袋，要是卖1送1的话，保证能成交。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立国人，鹰将的将军。这位是麦克尔，鹰将历史上一位传奇5星上将的后代，他知道的情报肯定不少啊。你们听到了吧？我可是你们惹不起的存在，赶快用你们最高规格来款待我。快，赶快把他放了。就你话多，你去我们迪斯科看看到底什么叫惹不起的存在。大毛的老专家脸上早已老泪纵横。多少年了，当初年轻的时候被鹰将的科学家嘲讽，说我一辈子都摸不透阿帕奇的构造。现在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要告诉他，我可以。陈一白嘴角一阵抽搐，这个老登买不买？不买，别划伤我的阿帕奇。切布里科夫看向陈一白，不错，你们组织果然是带着诚意过来的，出价吧。1架阿帕奇，5架直升机，我想2.5亿美金应该很合理吧？嘿嘿，报价谁不会啊？直接多保5000万。